恭喜陛下，贺喜陛下！沈贵人为您诞下了一个小公主。我熬夜追书，怎么睁眼就变成小婴儿了？刚刚他说我的娘亲叫沈贵人，这不是我看的小说里的人物吗？我穿书了。哼，朕的第一个孩子竟然不是皇子，朕看了心烦，把他和沈贵人一块打入冷宫吧。这就是那个亡国之君萧承业吗？谁在说话？竟敢说朕是亡国之君！这个便宜爹爹长得倒是挺帅的，可惜后来沉迷妖妃的温柔乡，又宠幸奸佞，最终导致大权旁落，被妖妃毒死在后宫，下场还真是凄惨呢。难道朕听到的是他的心声？不过这一切都和我没关系了，反正我都要被打入冷宫了。只是可怜我那个漂亮娘亲，马上就要来求他放过我了。最后不但没救下我，反而还被糊涂爹爹命人活活打死了。皇上，臣妾自愿去冷宫，只是宝宝才刚出生，求陛下网开一面，不要让宝宝跟着我一块进去受苦。沈贵人竟然真的来求朕了，难道他心里想的都是真的？难道朕真的会成为亡国之君？皇上，求求您，看在宝宝是您亲生女儿的份上，放过她一命吧。美人娘亲，你别求他了，这个昏庸无能的爹爹不会答应你的。站住！陛下还有什么吩咐？朕改变主意了，传朕旨意，晋沈氏为淑妃，给小公主封号永宁，赐长乐宫，赏封地万顷。这个昏庸爹爹怎么突然改变主意了？我叫萧宝宝，只因熬夜追书，睁眼就穿进了看的小说里。原本要被那个重男轻女的昏庸爹爹打入冷宫，可不知道什么原因，最后他不但没将我打入冷宫，反而还把我封为了永宁公主。春华宫，这不是书里那个妖妃的寝宫吗？丽妃娘娘回宫，闲杂人等回避。哪里来的小杂种，竟敢挡在丽妃娘娘的凤脚前，还不快让开！嬷嬷，怎么回事？丽妃娘娘，不知从哪里跑来个小孩子挡在前面，老奴这就把他赶走。这就是那个祸国殃民的丽妃？不必了，把他拉到一边杀了吧。后宫里最不缺的就是这种不长眼的奴才。遵命。大胆！我可是永宁公主，你有几条命，敢对本公主动手，就不怕皇上治你们的罪吗？什么永宁公主？没听说过。赶紧把这小杂种处理了，耽误了大事，本宫让你人头落地。真不愧是书里祸国殃民的妖妃，竟如此嚣张跋扈，我可不想死，得赶紧跑。完了，宝宝今天要死在这里了吗？住手！你们在干什么？参见皇上。皇上，臣妾本来要去找你商量大事，这个小孩子不知道从哪里冒了出来，一露面就当面辱骂臣妾，臣妾气不过，这才想让人把他抓住，口头吓唬吓唬。哼，你胡说，我根本就没有骂你，他们都能给我作证。永宁，你不在自己的寝宫待着，跑到丽妃的寝宫来做什么？她竟然真的是永宁公主！皇上，臣妾不知她就是永宁公主。既然公主说没有辱骂臣妾，那就当是没有吧。永宁公主毕竟还小，臣妾受点委屈没什么的。爱妃起来吧，朕知道怎么回事了。永宁，别闹了，不知者无罪。丽妃心地善良，只是想吓唬吓唬你罢了。哼，他心地才不善良呢！这个便宜爹爹真是糊涂蛋，事实摆在眼前还要偏袒这个妖妃，活该最后被这个妖妃害得我溃人亡。朕又听到了他的心声。这个妖妃找便宜爹爹能有什么大事？不过是想让便宜爹爹把军权交给自己的哥哥，到时候好跟男族勾结谋反。哼，可惜这个便宜爹爹大祸临头了还不自知。爱妃，你刚刚说要和朕商议大事，是什么大事？皇上，陈老将军年事已高，行兵布阵上难免有心无力了。臣妾以为皇上不如就将军权交到臣妾哥哥的手里。臣妾的哥哥军功赫赫，在边军当中也颇有威望，正好可以接陈老将军的班。竟然真的被永宁说中了！只要哥哥能拿到兵权，到时候和蛮族里应外合，这天下就是我们年家的了。大胆！臣妾不知何时冲撞了皇上，这个昏君吃错药了。这个便宜爹爹怎么会突然对妖妃发
伙！看来永宁就是上天赐给朕的福星。既然上天给了朕这次机会，那朕一定不能失去。朕绝不做亡国之君。永宁，刚刚有没有受伤？父皇，永宁没事。天哪，我在做梦吗？没事就好，父皇送你回寝宫。来人，丽妃恃宠而骄，不仅妄想杀害朕的永宁公主，还试图替兄谋权，将其褫夺封号，打入冷宫。我肯定还没睡醒，便宜爹爹怎么转性了？不是做梦。皇上，臣妾所为都是为了大义着想，从无半点谋权之意啊！皇上！永宁，你跟父皇说实话，你是不是能预言未来？他怎么突然这么问？难道是发现了什么？什么预言未来？父皇，你在说什么？永宁，朕的后宫除了丽妃，还有几个暗藏祸心的人。父皇，永宁不知道呀。哼，何止几个？整个后宫除了我漂亮母妃，哪个不暗藏祸心？好啊，看来朕还真得好好治理一下后宫了。等等，把丽妃带过来。皇上，你可原谅臣妾了。我就知道你这个昏君舍不得我。我就知道他怎么可能转性。先把丽妃带去后宫，当众杖打100。什么？朕倒要看看这后宫都是些什么牛鬼蛇神。好家伙，难得书里的这些大反派都聚集在一起了。哎，听说了吗？丽妃因想杀害永宁公主，被陛下褫夺封号，还要打入冷宫。早看不惯她炫耀受宠，现在终于惹了大祸了。皇上那么宠爱丽妃，只怕要不了几天就会忘了这件事。趁她病，要她命，绝对不能让丽妃翻身。陛下，丽妃言行无状，祸乱后宫，臣妾请命将丽妃就地杖杀，以正宫闱。臣妾请命将丽妃就地杖杀，以正宫闱。你们这些嫔妃还有脸说丽妃，自己屁股都不干净。永宁，治理后宫这件事，朕就全权交给你了。啊？交给我？这个便宜弟弟到底要做什么？治理后宫这事竟然会交给我一个小孩子？没错，交给你了。别担心，做不好，朕也不会怪你。好吧，既然给了本公主这个权利，那就看本公主怎么把后宫这些恶毒反派一网打尽。静妃，你有什么资格说别人？自从你入宫以后，父皇的后宫就再也没有一个妃子怀孕，都是你在暗中下药使坏。你怎么知道？还有你，妙贵人，你脖子上戴着的玛瑙颜色特别，一看就是敌国特产。两国自开战以来就关闭了市场，你是从何处得到的？你和你父亲经得起审查吗？荣嫔，你擅长搬弄是非，上个月还因此害死了刚入宫的李常在，你夜里睡得安稳吗？还有齐贵人，你看似不争不抢，实则暗地里给荣嫔和我母妃都做了巫蛊小人，每天晚上都扎小人诅咒我们。下一个是不是就要给父皇扎了？这不可能！这件事我做的极其隐蔽，就算天神的侍女都不知道。你怎么会知道？哼！你以为你们那点小心思瞒得过本公主？朕倒是没想到，朕的后宫都是一帮心肠歹毒、手段下作的争宠小人。既然你们这么爱互斗，那朕就将除了沈淑妃以外的所有人都打入冷宫。你们就去冷宫慢慢斗吧。陛下居然仅凭永宁公主信口雌黄，就将我等的女儿全部打入冷宫，实在岂有此理！那永宁公主实在是诡异，竟能准确将我的女儿所做之事说出来，而且自陛下登基后，便只有她一个皇女降生，难不成她是妖魔转世？既然永宁公主说自己能准确预测所有事啊，我等何不让陛下当场测试？若是小公主不能成功预知未来的事，那便是欺君；若是当真预知成功，那便是妖孽。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免礼平身，众位爱卿，今日可有要事启奏？启禀陛下，臣有事启奏。
陛下只因偏信永宁公主毫无根据之言，便将一众嫔妃打入冷宫，实在有失偏颇，难以服众。何爱卿，你好大的胆子！这是质疑朕处事不公。陛下偏信3岁孩童的无稽之言，此举不但有失龙威，朕恐怕长此以往会引起朝纲崩坏，民心不安。为了江山社稷，臣斗胆请皇上收回成命。臣附议。大胆！尔等口口声声为了江山社稷，朕岂不知你们是想让朕放过你们女儿？但他们所犯之罪证据确凿，朕又岂能因你们3言2语便放过他们？陛下息怒，陛下明鉴，此事确与微臣女儿有关，但臣所奏皆为江山社稷考虑，预言之事太过匪夷所思。永宁公主究竟是志同胡言，还是确有其事，仍需切实论证。毕竟民间已有传言，今日陛下能凭他3言2语严惩后宫，来日未必不可能因他而影响朝堂。臣等自是不敢对陛下有微词，只是此事若无定论，怕是难堵住天下悠悠之口啊！那照李爱卿的意思，朕该当如何？微臣等人经过商议，设下3道测试。若是永宁公主皆可准确预言，以证明她预知未来的能力，此事便足以服众。日后再无人敢对陛下和公主殿下有任何质疑。好，那朕就让你们心服口服。若永宁通过3道测试，此后有人再敢凭此生出事端，朕必诛9族。陛下要当堂检测永宁的预言能力，母妃实在是担心。美人母妃莫怕，此事我早有预料。母妃且等着看，我怎么让那群老头子闭嘴！哼！参见永宁公主。来，坐吧。既然永宁已经到了，那便开始测试吧。微臣遵旨。请公主听好第1道测试。自入夏以来，阳平县已有3月未降一雨，百姓苦不堪言。请问公主，这雨要何时才能下？这有什么？阳平县最多再有半个时辰便会下雨。哦，微臣斗胆请问，若是半个时辰之后没能下雨，公主殿下该当如何？昨日我才让人勘探过，阳平县水脉干涸，万里无云，就算再有3个月，也不会下一滴雨。今日老夫定要让你这个奶娃公主付出代价。永宁，你对此事可有把握？父皇放心，十拿9稳。书里说，阳平县大旱3月之后会迎来一场前所未有的暴雨，算算时间，正好是半个时辰之后，肯定不会出错。若是时辰到了没有下雨，朕便放了被打入冷宫的嫔妃们，给众位爱卿一个交代。若是证明公主殿下所言皆为无稽之谈，陛下自是应当放过众位娘娘。但公主殿下以妖言欺君，祸乱后宫，陛下是否也应当治公主殿下欺君之罪，以还后宫众位娘娘一个公平？大胆！你好，本公主允了。陛下，半个时辰已过，可阳平县还是没有下雨的消息传来，证明小公主预言失败。臣请求陛下履行承诺。臣等请求陛下履行承诺。你们这些老头急什么？本公主说的是此时下雨，可阳平县距离皇城还有10几里路，总要给人传讯的时间吧？急报！阳平县突降大雨！启奏陛下，阳平县发来急报，刚刚突降大雨，旱情得以缓解。好，太好了！
干旱这么久，终于下雨，百姓不用流离失所，实乃国家大幸。父皇，阳平县下雨虽是好事，但必须要赶快安排人修筑加固河堤，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书里说，这场暴雨会接连下1个月，形成了近50年最大的洪涝，造成上万百姓流离失所，国家损失惨重。好，就依永宁所言，传朕旨意，即刻派3000精兵前去阳平县，助当地百姓加固河堤，以备不测。陛下圣明，公主殿下圣明。李爱卿，永宁这番精准预言了下雨时辰，你等还有何话可说？回禀陛下，这一道测试，公主通过了不假，可难免有侥幸的成分。毕竟阳平县干旱了那么久，突然下雨并不稀奇。还请公主再看微臣的第2道测试。来人，带刘氏上殿。臣妾见过陛下，见过公主殿下。这位是左相夫人刘氏。左相多年来一直苦于没有子嗣，终于在花甲之年，左相夫人喜得身孕。现刘氏怀胎9月，郎中说在这几日便要临盆。请问公主，这刘氏腹中所怀的胎儿究竟是男还是女？朕看你们分明是在故意为难永宁。胎儿未落，即便御医也难判断男女，永宁又如何得知是男是女？既是如此，那臣是否可认为公主殿下放弃第2轮测试？李老头，你真当朕不敢动你？皇上自然可以堵住臣的嘴，但满朝文武、黎民百姓的口又如何堵？李大人所言极是。本公主自然知道刘氏肚子里的是男是女，只是一切都有你们这些老头子经手，谁知道你们会不会暗中调包？到时候本公主岂不是有口难辩？那公主殿下想要如何？为了防止你们暗中调包，我提议父皇安排宫中太医和诸位大人指定的接生婆一同给左相夫人接生，如此一来，我才能放心说出心中答案。永宁，这可不是儿戏，你当真有把握？哼，放心吧，父皇，儿臣何时做过没把握的事？好，那父皇就依你。诸位爱卿对永宁的提议可有异议？臣等没有异议。现在公主殿下是否可说出左相夫人肚子里的孩子是男是女了？哼，本公主的答案是，左相夫人的肚子里是个男孩。感谢永宁公主金口玉言，那人果然诞下一名男胎。左相大人不必客气，虽然老来的子值得高兴，但你也要勤加管教，切不可一味溺爱。微臣明白，微臣明白。希望你这老头是真听明白了本公主的话。这老头人还不错，可惜老来的子，以至于对这个独子过于溺爱，让这孩子成了个吃喝嫖赌的纨绔，不但把祖业败光，连这老头的棺材本都赔进去了，最终落了个活活被气死的下场。如果不是父皇掏钱给他买了棺材下葬，怕是最终只能落得个曝尸荒野的下场。竟然是此等孽子！既是如此，那朕断然不能让这个辅佐了皇家2代的贤臣落得如此凄惨的下场。左相，你这儿子也算是与皇家有缘，为避免他误入歧途，朕便钦点3名太傅到你府上，给这孩子开蒙引导，祝他早日成为国家栋梁之才。老臣谢陛下隆恩。2轮测试，永宁都已经通过了，语言能力已是有目共睹，还有必要进行第3轮吗？连这2轮测试都被这小贱种说中了，难道他真的能预言未来？这第3道测试就由臣来出吧。
竟然是年将军，他竟私自从关外回来了。朝中上下皆知年将军对他的妹妹极尽宠爱，这次回京恐怕正是为了丽妃而来。年将军手握兵权，可不是我们这些文臣能比的。永宁公主这下子麻烦了，我倒要看看第3轮测试，你这个小贱人要怎么通过。年将军，你身为边军将领，不好好在边疆镇守，竟敢无诏回京，你想造反吗？请陛下息怒，末将只是护妹心切，绝无造反之意。若是永宁公主能通过末将的这第3道测试题，末将便认打认罚，并自愿交出兵权。可要是小公主未能通过，末将叩请陛下圣裁，判永宁公主妖言惑众，将她褫夺封号，当众斩首，以儆效尤。年将军，你好大的胆子！你眼里还有朕这个皇帝吗？父皇，儿臣愿意接受年将军的挑战。父皇，你傻呀！你之前一直担心年将军大权在握，嚣张跋扈。今天他都将兵权送到咱们面前了，肯定要抓住机会收回来呀！你相信我，我肯定不会输的。也罢，既然永宁都同意应战，年将军，便由你来出这第3道测试题吧。末将遵旨。来人，请陈老将军上殿。什么？连陈老将军也回来了？陈老将军可是真正的国之柱石，军中之神，便是皇上也得礼让3分。年将军将他给搬了出来，小公主今天怕是必死无疑了。参见陛下，老臣在边关听说，皇上听信3岁孩童妖言，将后宫搅得鸡犬不宁。今日特来看看，麻烦陈老将军了。无妨。若真是如坊间传闻，这3岁孩童仅凭妖言便能祸乱朝纲，老臣定不会心慈手软，誓将为朝廷当场斩了这妖孽。陈老将军，朕敬你是国之栋梁，可你偏信小人之言，对朕的永宁妄加评判，竟还敢喊打喊杀，真当朕不敢治你的罪吗？为国尽忠，虽死无悔。既然年将军和陈老将军有意考验，那本公主不答应，岂不是有失皇家风范？年将军，你出题吧。陈老将军为朝廷戎马半生，震慑蛮族数10年，不敢进犯。一旦陈老将军去世，必定会引起边疆动荡不安。届时蛮族来犯，边疆又会是一场生灵涂炭。这第3道测试，末将想请公主预测一下，陈老将军寿元几何，还能镇守边疆多少年？哦，公主殿下是说陈老将军还可以活1年？不，1刻钟内陈老将军便会死。好个黄口小儿，果真一派胡言。老臣虽然年岁大了，却坚持每日锻炼，照样力壮如牛，不输年轻男儿。光是今天早上就吃了3斤牛肉，5斤白酒，身子骨好着呢，怎么会死在今天？陈老将军功勋卓越，年过70旬还能带兵打仗，身子骨好得很，怎么可能今日便要死了？就是公主殿下，莫非是被陈老将军方才的话吓坏了，开始胡言乱语起来？永宁，陈老将军老当益壮，丝毫不见身体有恙，会不会是弄错了？我有没有说错？1刻钟后自见分晓。年将军，你说是不是？这老头真是蠢得可以，被人当枪使都不知道。如果不是年将军一直给他下慢性毒药，怎么可能在朝堂上如此自信提出这个测试？奇怪，老夫刚才是出现幻觉了吗？怎么好像听到这奶娃子说年将军一直对我下毒？书里写了，这老头被年将军害死以后，边疆大乱，年将军趁机夺取兵权造反，以至于朝廷内忧外患，短短1年时间就岌岌可危。算算时间，正好1刻钟以后，这老头就会毒发身亡了。好你个年将军，朕待你不薄，你竟敢生出逆反之心！我真的听到了这小奶娃的心声。
现在1刻钟已过，老夫还好端端站在这里。皇上为了江山社稷，即便她是当朝公主，老臣也不得不动手了。事后老臣自会向皇上请罪。还不快宣太医！这该非然小可是必须立即立下没错的起祸事。回禀陛下，陈老将军所中之毒已侵入骨血，要是无益，今日必然死亡。是你，永宁公主，是你为了顺利通过第3轮测试，所以故意给老将军下了毒。难怪永宁公主刚才言之凿凿，说老将军1刻钟后就会死，竟然早就下了毒，这也太恶毒了，简直耸人听闻。年将军，你说的好没道理，这第3道试题是由你提出的，本公主根本就不知道是什么，又如何能提前给陈老将军下毒？或许就是你用了预言能力，得知末将会如此出题，所以才提前毒害了陈老将军。这个年将军和他妹妹一样奸诈阴险，原来挖坑在这等我呢。无论我是否说对死期，他都能将脏水泼到我身上。书里说陈老将军中的毒是西北才有的枯荣草，我又怎么能在千里之外的京城对老将军下毒？竟是枯荣草，难怪，老臣中的应当是枯荣草之毒。此毒无色无味，需长期下毒后累积爆发，才能取人性命。且因药效特殊，毒草只能在西北边境存活，所以老臣中毒之事断然和小公主无关。仔细想来，能有机会下毒之人只有年将军，只有你。你知道老夫喜欢喝酒，便投其所好，日日送来好酒，想必就是趁机在酒水中下了毒，日后大理寺一查便知。乱臣贼子，害我性命不够，还想造反？只要老夫还有一口气，你都办不到。李大人，年将军是你通风报信才回京的，你可也参与了谋逆一事。陛下明鉴，老臣绝无逆反之心。老臣只是记恨永宁公主重罚了我的女儿，想要给公主一个教训。年将军说他可以办到，谁料竟然犯下如此大错。朕不想听你狡辩，来人，将李大人押入慎刑司严刑拷问。如今3道测试题永宁都已通过，足可证明他确有预言能力。日后谁要再敢因此生事，朕绝不会放过。眼下李大人已经倒台，我们也把永宁公主彻底得罪了。要是不能将他一举扳倒，来日必遭余殃。还不如按照之前商议的那样，干脆1不做2不休。陛下，臣等以为永宁公主确有预言能力不假，可这能力过于神乎其神，已超出凡人能力，恐是妖物邪祟所致。此等妖物，若是长留陛下身侧，日久恐生祸患，还望陛下明鉴，莫要被迷惑双眼。提出要测验永宁预言能力的是你们，题目也是由你们出的。现在永宁已经通过了3道测试，你们却反而说她是妖女，简直是贻笑大方，大逆不道。陛下息怒，老臣也是为了陛下和江山社稷着想，哪怕陛下要杀了老臣，老臣也不能眼睁睁看着您被妖女蒙蔽。是啊，你们简直是一派胡言！本公主才不是什么妖女，而是江山社稷的福星，不仅不会为祸朝堂，还能凭借能力帮父皇铲除奸臣。比如你，荣大人，
就是一个大奸臣。容大人家里有个无恶不作的儿子，干尽了鸡鸣狗盗之事，前些日子还强占了良家妇女。容大人不仅不严惩，还下令将来海渊的父女一家全都乱棍打死，百姓早就怨声载道。容大人，你纵容逆子行凶，犯下大错，可有何话说？陛下如何知道？还有你，齐大人。齐大人仗着管理吏部，不仅结党营私、卖官阙爵，甚至还偷偷更改了科举前3名的成绩。可怜真正的状元前来争辩，却被齐大人以扰乱办公为由打成了残废。齐大人，你明知道朕最是看重人才，推崇科举，你却结党营私，暗中修改成绩，将朕的状元打成残废，堪称欺君大罪。我明明已经处理掉了所有的知情人，皇上怎么知道的？怎么小公主只一个人，皇上就能知道她犯下的大罪？从今日起，朕便封永宁为督察总司，赋予监察百官的职权。看到没？本公主的能力才不会乱用，反而能帮助父皇管理朝堂。劝你们都放老实点，莫生二心，不然本公主会第一个告诉父皇。微臣谨遵永宁公主教诲。可算是忙完了，管理朝堂可真累呀。本公主要找机会溜出宫度个假，好好吃吃喝喝玩一玩。你说什么？公主不见了？朕让你看好宫门，你就是这么看的？陛下饶命！公主给臣吃了带药的蜜枣，臣醒来后就发现公主不见了，臣已经派人去追了，可还没找到。陛下息怒，眼下当务之急是尽快找到公主。若是公主在宫外有个3长2短，可就糟了。传朕旨意，命禁军统领带3000禁军，封锁京城各个城门，不许任何人进出。再命大理寺、刑部、督察院3司联合办案，全城搜捕，就是把京城翻个底朝天，也要把公主找回来。臣遵旨。若是公主出了半点差错，朕定要让相关人等全部陪葬。在宫里待了这么久，都快憋死本公主了，还是这民间的集市热闹。救命啊！哪里点儿？等会儿把人招来就不好了。住手！光天化日之下，你们竟敢当街抓小孩，还有王法吗？大人的祭祀还差最后一个小孩，老子正发愁去哪里找呢，你就自己送上门来了。你们想干什么？我可是刀朝公主。你要是公主，那我就是皇帝了。你们目无王法，当街掳走小孩子，就不怕被下大狱吗？王法，我们兄弟俩就是王法，也不怕让你这小丫头知道，我们大人要抓100个童男童女祭天求官运。一旦成功，那我们大人就是官运亨通，到时候我们兄弟俩的地位也会跟着水涨船高。没想到天子脚下竟还有这等草菅人命之事。没错，到时候除了当今圣上，还有谁能治得了我们的罪？那你们就不怕当今圣上，知道吗？最近朝廷动荡，接连几位大臣被处置，他哪有精力注意到我们这种小人物的事？别跟他废话了，赶紧把他带回去，别让大人等急了。难怪他们有恃无恐，原来是背后有人撑腰。本公主倒要看看，究竟是什么人这么大胆。老实在里面待着，敢乱动有你好果子吃。你们别怕，我会救你们出去的。启奏陛下，微臣查到近日京城中许多孩童丢失，公主殿下或许也在其中。传令下去，立刻排查丢失孩童最后出现的地方，哪怕把整个京城翻过来，也要尽快把永宁找到，绝对不能让永宁出任何事。上仙，童男童女已经备齐，何时开始做法祭天？万事俱备，只待时辰一到贫道就开坛做法。贫道在此先恭贺大人官运亨通，待大人发达了，可不要忘了对贫道的承诺。上仙放心，
此事一成，王某立刻安排工匠为上仙修筑道观。好你个王县令，身为朝廷命官，非但不为民做主，反而听信神棍之言，残害无辜孩童性命，你就不怕遭天谴吗？有何天谴？这是本大人莫大的功德，否则就你们这些贱民，一辈子都不可能有机会为本大人的官路添砖加瓦。怪不得你手底下2个仆人就如此大胆，敢目无王法，在光天化日之下掳掠孩童，原来是狗正人士。小贱种，牙尖嘴利，等会儿本大人先拿你祭天。天地玄宗，万金本根，今以童男童女为祭，祈上天赐福，祝王大人官运亨通。你们别害怕，等一下就有慧人来救咱们了。我离开皇宫这么久，父皇肯定已经找遍了整个京城，孩童丢失的事儿不可能注意不到。父皇，你可要快点来啊！别做梦了，根本不会有人来救你们。把他给我带出来。祭天仪式开始，把这小丫头放上祭台，开始放血。父皇，你再不快点来，本公主可就要嘎了。朕看谁敢！父皇，快救我！这个王县令目无王法，纵容手下抓小孩子献祭，视人命如草芥，罪大恶极。大胆！见到皇上和公主殿下还不下跪！完了，这群废物怎么把公主抓来了？把人拿下！ No！ 父皇，你再晚来一会儿，就再也见不到永宁了。黄县令，你身为百姓父母官，不想着为百姓请命，竟妄图以这种歪门邪道谋取官运，朕今日便削去你的顶戴花翎，同其余人等一同押入天牢，等候发落。陛下饶命，臣是想祭祀为国家祈福。好你个王县令，事情败露还敢巧言令色，妄图蒙骗父皇，你忘了你之前跟本公主是怎么说的吗？臣父皇，这些人都是普通百姓家的孩子，你一定要派人把他们都送回去。永宁，放心吧，派人将这些孩子送回家，安抚好他们的家人。 No！ 永宁，看你以后还偷偷跑出宫吗？父皇，儿臣再也不敢了。坏了，父皇生气了。陛下，边疆急报，自陈老将军中毒身亡，蛮族趁机突袭，如今已连破3座城池，将士死伤逾万。若再不加阻止，怕是不日将直捣皇城。边疆将领折损大半。 可朝中能独当一面者，要么年逾花甲无力征战，要么资历尚浅，镇不住军心，这可如何是好？是啊，眼下蛮族来势汹汹，朝中又无可用之人，难不成只有割地求和，才能让蛮族大军停下？众爱卿，可有良策？臣有一策。如今边军接连大败。 士气低迷，若陛下能以95之尊御驾亲征，想必定能鼓舞全军士气。届时大军必能在陛下的统领之下，定能击退蛮族大军，收我河山。是啊。既然众爱卿都觉此策可行，那朕就御驾亲征。我不同意。公主殿下。 陛下亲征是眼下唯一退敌之策，除此之外再无良策。公主殿下阻止陛下御驾亲征，是想让蛮族大军继续侵吞我朝疆土吗？公主殿下，还请明白一个道理：朝廷在你才是公主，
若让蛮族大军继续下去，丢的可不是我朝的疆土，便是你的公主之位也难保。此乃一国存亡之大事，朝中决策岂能因你一志同之言改变？死老头，别以为本公主不知道你打的什么主意，你分明是想借此机会谋害父皇。这个死老头坏得很。书里写了年将军叛乱之后，父皇原本还有机会镇压叛乱，就是这个兵部尚书和蛮族勾结，诱骗父皇去御驾亲征，结果中了埋伏，朝廷仅剩的精明全部阵亡。最后虽然父皇拼死逃了出来，但已无力回天，最终才落得个朝廷沦陷、凄惨而死的下场。永宁，你说的可是真的？老臣一心为了朝廷，公主殿下怎可凭空污老臣清白？既是如此，陛下请容许老臣辞官还乡，从此朝廷之事皆与老臣无关。本公主是不是污你清白？上你府上一查便知。你通敌密谋的信件，恐怕还没来得及烧掉吧？陛下，老臣府上简陋，无甚可查。爱卿既然行得端坐得正，那让朕查上一查也无妨。来人，就依永宁所言，去兵部尚书府上搜查一下。No。兵部尚书，你好大的胆子，竟敢通敌叛国！现在证据确凿，你还有何话可说？陛下饶命，老臣知罪了。来人，把兵部尚书抄没家产，打入天牢，等候发落。永宁，既然你阻止朕御驾亲征，是否心中已有良策？父皇，儿臣举荐一人，有他定能击退蛮族大军。何人？户部主事周承直周大人。简直是胡闹！启奏陛下，那周承直不过是个看管户籍钱粮的文官，连兵书都没读过，让他领兵简直是胡闹。右相所言极是，此事关乎国家安危，数万百姓和将士的性命。公主殿下虽有预言之能，但预言之说难免有误，还请陛下三思而行。还请陛下三思。永宁，此事非同小可，你可有把握？举国上下，唯有周大人一人可退敌。周大人才不是他们口中的废物呢。书里写，父皇御驾亲征失败以后，蛮族大军很快便打入京城，这些大臣早就提前逃走，只有周大人一人组织城里的老弱残兵坚守城门。凭借着城里仅剩不多的粮食和这些老弱残兵，周大人硬生生守了3个月之久，甚至还多次反击，让蛮族大军伤亡惨重。好，朕信你。传周承直。微臣周承直参见陛下，参见公主殿下。他这个样子如何能领兵？若不是当时的朝廷已经兵入膏肓，无兵可用，周大人定然能把那群蛮夷赶回去。周承直，边疆告急，你可愿前往边疆统军退敌？本公主果然没有看错人。臣愿往。是永宁公主举荐的你，朕希望你不要辜负永宁公主的信任。报君黄金台上议，提携玉龙为君死。臣只要还有一口气，定将那群蛮族猪狗赶回苦寒之地。周大人加油！本公主等你凯旋归来。臣定不负所望。陛下也太糊涂了，竟听一个小丫头的话，让周承直那个废物前往边疆统兵。何止糊涂！现在陛下凡事都以永宁那个小丫头的主意为准，朝中这么多大臣，难道还不如一个乳臭未干的小丫头？既然这样，不如让永宁那小丫头彻底消失。你有什么办法？我们这样。陛下，臣昨日夜观星象，观测到皇宫方位线荧惑守心之象。自古以来，
荧惑守心，皆为大凶之兆。皇宫方位出现此象，莫非是宫中有妖孽？近日多地灾祸频发，民间也流言四起。这些老头又有什么坏主意等着我？是何流言？百姓称永宁公主乃是妖孽转世，虽有预言之能，却会导致祸端横生。陛下过度听信永宁公主之言，上天这才降下责罚。一派胡言！永宁乃朕之福星，帮朕提前解决了多少麻烦，何来妖孽之说？自从永宁公主出生以后，陛下不但再无子嗣，甚至后宫娘娘们也全被打入冷宫。臣斗胆，请问这一切是否皆因永宁公主而起？不仅如此，如今朝中无人可用，也因永宁公主而起。若非永宁公主，陈老将军和年将军也不会死，其他很多大人也不会招致无端之祸。除此之外，近日京郊亦有长河断流之异象，京郊农田无从灌溉，百姓苦不堪言。此乃百姓请愿书，求陛下当众斩杀妖女，以平息天怒。将天灾人祸归到一个孩童身上，这就是你们所学的孔孟之道。朕说过，谁在意此事找永宁的麻烦，朕绝对不会放过。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即便陛下杀了臣，臣也一定要说。臣紧随秦大人步伐，请公主殿下赴死。请公主殿下赴死。你们。父皇，此事既然是冲着儿臣来的，那便由儿臣来解决吧。永宁，这次我不信你这个小妖女还不死。若是本公主可当场将你们所说的凶兆秘密揭开，那是否可说明此事并非天谴？那是自然。可若是公主殿下无法揭开其中秘密，当要如何？若是无法做到，本公主自当以死谢罪。公主殿下英明。可若本公主做到了呢？你等该当如何？若是公主殿下能够做到，臣自愿受罚。永宁，此事非同小可。放心吧，父皇，看我怎么打这些迂腐老头子的脸。这群老头还以为自己的手段多么高明呢，不过是些许江湖戏法罢了。本公主随便就能给他们复刻出来。父皇，还请给儿臣准备一块黑布和少许硫磺，还有粗麻绳一束。儿臣等下便在殿外重现荧惑守心之象。依永宁所言，速速去准备这些东西。遵旨。难不成这小妖女真有把握揭开荧惑守心的异象？那可是我请了全国最顶尖的戏法大师做的，他一个3岁小毛孩怎么可能做到？诸位大人看好了，所谓荧惑守心，不过是用黑布剪出星象形状，再借硫磺燃烧的微光制造出来的假象。大家看，这便是你们口中的天谴星象。至于长河断流，不过是有人暗中关闭了京郊长河上游的堤坝，只要派人重现打开即可。你们好大的胆子，伪造星象，不顾百姓，擅自关闭堤坝，以此等恶劣手段污蔑永宁是妖女，你们可知罪？陛下饶命，臣也是为了国家社稷。陛下听信永宁公主之言，让一文官统领边军，将国家大事当作儿戏，臣等实属无奈，才出此下策。启奏陛下，边将急报。周承直从京城出发，不过半月，这么快就有急报传来，看来情况不容乐观了。打仗毕竟不是公理过家家，岂能听信1、3岁孩童智言？陛下太糊涂了。周承直乃永宁公主利剑，臣以为此次战败皆因永宁公主而起，臣请陛下治永宁公主误国之罪。臣附议，请陛下治永宁公主误国之罪。你们这群老头都还没听是什么消息，怎么就断定周将军战败了？哼，那周承直一介书生，从未上过战场，
这么短的时间发来急报，不是战败，难不成还是大捷？秦大人所言不错，蛮族大军何等凶悍，即便是陈老将军在世时，也不敢说这么短时间就击败蛮族大军。他周承之一个文官，又如何能做到？启奏陛下，边疆大捷！什么？周将军抵达3日，便以诱敌深入之计，设伏歼灭蛮族主力，之后更是一鼓作气，收复3座师城，将蛮族残兵杀到溃不成军，逃到蛮荒深处。好，好，好，传朕旨意，举国同庆3天3夜。待周将军回朝之后，朕要亲自前去迎接。接引永宁，举荐有功啊！你们不是说周将军败了吗？你2人勾结江湖术士，编造流言，诬陷永宁公主，所犯皆为死罪。现在还有何话可说？来人，将他2人带下去斩首示众。日后若再有人诋毁永宁公主，他2人便是下场。永宁，此事委屈你了。只要父皇信我，只要边疆平安，这点委屈不算什么。陛下，近日清查谋逆之臣，虽肃清朝纲，却也导致朝中部分职位空缺，人才凋零。臣恳请陛下特开恩科，广纳天下贤才，填补空缺。左相所言极是，恩科既能选拔人才，又能彰显陛下求贤若渴之心，稳固民心。臣等附议。此事可行，传朕旨意，3日后开设恩科，由吏部牵头筹备，务必公平公正，选拔真正可用之才。陛下，本次恩科历经1月，经初试、复试严格筛选，共取进士36人，3甲名次已拟定完毕，现呈请陛下预览，最终定夺。既已选定，那爱卿便尽早去安排。父皇，儿臣提议增设1轮殿试。永宁，你对此名单有异议？并没什么异议，只是觉得这样更稳妥一些。哪里有异议啊？筛选出来的这名单根本连看都不能看，这些人都是朝中大臣塞进来的关系户，根本就是一群酒囊饭袋。若是让他们当了官，怕是百姓的日子就要苦了。好，那朕就依永宁所言，传朕旨意，增设殿试，即刻选本次恩科3甲入殿。朕要亲自考校一番，看看这些才学出众之人到底有几分真本事。遵旨，宣恩科3甲入殿。共生张富贵叩见陛下。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永宁，这件事就交给你来吧。好嘞，父皇，你就放心吧。张富贵听题，本公主读上联，你对下联，一行争艳向南飞。学生对2只烤鸭往北走。本公主说的是一行争艳。学生对的是2只烤鸭。父皇，咱们的新科状元怎么满脑子都是吃的？莫不是哪位大人把自家的傻小子塞进来了？好啊，这是谁家的蠢鸭子？赶紧给朕滚出来认领，不然朕这就命人把这只蠢鸭子拉下去烤了。陛下饶命，这张富贵是臣的侄子，臣一时糊涂，这才帮其作弊拿了状元。好你个吏部尚书，枉朕这么信任你，没想到你竟敢做出此等蠢事。若不是永宁要增加殿试，恐怕朕还要被你蒙在鼓里。陛下饶命，臣知罪了。带着你的蠢鸭子滚一边去，朕等会儿再一块收拾你们。叔叔，陛下等会儿要请咱们吃烤鸭吗？吃，你就知道吃，你个废物把我害惨了。他
他现在还在想着吃呢。叫此次恩科的第2名来。宣探花柳文轩觐见。共生柳文轩，叩见陛下，吾皇万岁万岁万岁！平身吧。你既是恩科探花，想来也有些才学。本公主今日便考你作诗。学生遵旨，请公主出题，学生定当尽力作答。本公主便以秋景为题，限你一炷香内做一首7言绝句，诗中需包含燕双2字，且要贴合秋日意境，不可胡言乱语。陛下，秋景为题太简单了，用不着一炷香，臣这就做出来，保准让陛下和诸位大人眼前一亮。秋天到了树叶黄，路边摊儿卖烤肠，大雁飞过没看清，霜打屁股有点凉。他这哪是诗啊，比张富贵的对子还离谱。烤肠和霜打屁股，亏他想得出来。放肆，这也配叫诗？简直是污秽不堪！你说，你这乱七八糟的东西，是不是在烟花之地听来的靡靡之音，学来的市井俗语？陛下，这是臣在城南的酒肆听来的，那些酒客都说这词儿顺口，臣觉得贴合秋景，就记下来了。简直无可救药！科举取士本是为了选拔贤才，你却把市井糟粕当诗作，玷污朝堂，丢尽读书人的脸面。来人，把这滥竽充数的东西拖下去，待彻查恩科舞弊之事后，一并从严处置。陛下饶命，臣知错了，臣再也不敢了。拖下去，把榜眼叫进来，烤鸭、烤肠。朕倒是要看看本次恩科都是什么玩意儿，在滥竽充数。共生赵启兰，叩见陛下，我万岁万岁万岁！平身吧。赵启兰，前2位才学疏浅，尽是滥竽充数之辈，你可要拿出你的真本事，不要让父皇和本公主失望啊！学生定然不负陛下和公主所望。朝廷选官不单单要看才学，还要看断案的才能。今日本公主正好遇到一桩案子，便交给你处理了。若能断得明白，本公主便算你有几分能耐。学生遵命。一个3岁奶娃处理不了的案子，能有多难？我处理起来还不是手到擒来。大人明鉴，是他偷了我的袍子。这袍子我用了5年，上面还有个月牙形的疤，他手里那个就是。大人冤枉啊！这袍子是我昨天在市集上花20文钱买的，怎么就成他的了？他是见我生意好，故意讹我。你说这袍子是你的，可有证据？我手心去年用这袍子刨木头时被划伤过，现在还有疤，而且袍子底部的木纹，我闭着眼都能摸出来。有道理，有道理，那肯定是你的。大人别听他的，我这袍子是从张铁匠家隔壁的李二手里买的，当时还有人看见。哦，还有证人，那真是你买的。周木匠，你是不是记错了？我怎么会记错？这袍子的木柄我还缠过麻绳，后来麻绳断了，上面的勒痕还在。还真有赖痕，那肯定是你的。吴火狼，你快把袍子还给他。大人，我真没偷啊！我昨天买袍子的时候还跟李二讨价还价，他一开始要25文，我还到20文。讨价还价都记得这么清楚，那应该是真的。周木匠，你是不是看错了？赵启兰，你到底能不能断案？陛下息怒，臣能断，能断。就是这案子有点复杂，容臣再想想。大人别想了，他就是偷我的。大人明察，臣真的是买的。李二和市集上的王婆都能作证啊！这月牙疤说不定是后来刻的，不对。李二要是证人，也可能是传统好的，也不对。周木匠手心的疤看着像真的。赵启兰，本公主是让你断案的，
不是让你偏听偏信的。你一会儿说周末将有理，一会儿说吴货郎无辜，你到底有没有主见？公主殿下，学生只是一时紧张，求公主殿下再给臣一次机会。若我大印朝的官员都是你这样，那岂不是百姓之祸？公主所言极是，赵启兰无断案之才，无担当之心，实乃滥竽充数之辈。此次恩客混入此等人物，定是有人暗中舞弊。臣恳请陛下严查到底。臣附议，科举乃选官根本，若任有舞弊之事发生，贤才难进，小小当道，国本必将动摇。当严惩相关人等，以正纲纪。臣等附议，请陛下严查舞弊，重选贤才。传朕旨意，即日起由左相牵头彻查本次恩科舞弊案，所有牵涉官员，无论职位高低，一律严惩不贷。张富贵、柳文轩、赵启兰、礼部尚书等一干人等打入天牢，待查清其舞弊细节后一并处置。陛下英明，臣等遵旨。此次恩科一地鸡毛，但朝中人才短缺，一日不可耽搁。永宁，你心中可有人选？父皇，儿臣心中确有几个人选。快跟父皇说说，你心中的良臣是何人？上次永宁公主力排众议，推荐周承直一个文官前往边疆统军，不知此次又会举荐何人？老夫如今也有些期待永宁公主所选之人了。虽说每次永宁公主总是和我等意见相左，但最终却都证明了她的决策是对的。父皇，儿臣心中的第一个人选便是住在城郊的周福玉。周福玉是何人？诸位爱卿可有耳闻？老臣倒是对此人有所耳闻。此人如何？据臣所闻，此人面黑如炭，木讷愚钝，且命犯天煞孤星，出生当日便克得全家横死，只留一寡嫂将其抚养长大，如今已是30余岁，却连举人都未能考中。公主殿下莫不是搞错了？永宁，这……放心吧，父皇，儿臣没有搞错。此人看似愚钝，实则有大智慧。10几岁时，就凭借寡嫂口中的只言片语，破获了自家当年被灭门的惨案，更是为当地县令出谋划策，剿灭了盘踞附近多年的土匪。而之所以30多岁没能中举，也是因为他为人刚正不阿，不肯给考官送礼，才被故意刷下去的。贪官误国，若非永宁，朕岂不是要被永远蒙在鼓里？这些德才兼备之士，也只能满腔报复，无处施展，最终郁郁而终了。那便依永宁所言，将周福玉提为此次恩科前3甲。儿臣心中另外2个人选，便是清远县的海瑞祥，以及保定府的张文远。清远县，莫不是那个已经50多岁还是童生的海瑞祥？永宁公主确定不是在儿戏？先是选了一个木讷愚钝的天煞孤星，现在又选了个半截身子都要入土的老头。永宁公主到底还只是个3岁小童，不知道从哪里道听途说来的这些人。保定府的张文远倒是比周福玉和海瑞祥要小得多，但也仅仅只有14岁，且据说14岁了还不会开口说话，整日只是在家里盯着墙角的竹子。这样的人怎么可能会是良臣？永宁，此时事关重大，你可一定要慎重啊！父皇，儿臣保证他们3人不会让你失望的。好，父皇信你。
恭喜周老爷，贺喜周老爷，此次恩科高中状元，圣上命周老爷3日之内前去翰林院报道。我，状元，周老爷没听错，圣上增设殿，仕将舞弊者全部打入天牢。您是永宁小公主亲自举荐的。永宁小公主。这次恩科前3甲可是有名的才子能人，这次终于中了。陛下英明啊，把那些舞弊的贪官都抓了，这才是真正的选贤任能。热乎的包子，今天陛下办了大好事，买2个送1个。启奏陛下，周将军传信，边疆现已稳定，周将军将于2日后班师回朝。好，传朕旨意，2日后朕率领百官亲自迎接周将军。父皇，永宁也要去。臣周承直参见陛下，参见公主殿下。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公主殿下千岁，千岁，千千岁！爱卿，快快平身。陛下，臣不辱使命，不仅将蛮族主力歼灭，更是将蛮族赶到蛮荒深处，至少100年之内不敢再犯我大印。此次多亏了爱卿啊！传朕旨意，封周承直为镇远侯，后代享受同等爵位，赏镇远侯府1座，黄金1万两，锦缎1000匹。谢主隆恩。周将军，还记得本公主吗？公主对臣的大恩大德，臣没齿难忘。若不是公主力排众议举荐臣，臣现在还在礼部做着那些无聊的活计熬日子呢。周将军不用如此说，是金子总会发光的。边疆大捷，恩科顺利，实乃国之大幸。传朕旨意，3日后举行皇室祭祖大典，由礼部牵头筹备，务必周全。此次祭祖，永宁公主随朕一同前往太庙祭拜先祖。臣等遵旨。祭祖大典吗？为今日，皇帝率文武群臣祭于太祖高皇帝之陵。藩王无诏，不得入京，更不得擅闯太庙，这是祖宗定下的铁律，你竟敢公然违背！萧景元这是疯了！祭祖大典上带兵闯殿，这分明是谋反呐！咱们可得小心，别被卷进去，这可是掉脑袋的事。本王没忘规矩，只是你昏庸无道，宠信妖女，紊乱朝纲，早已不配当皇帝。今日本王就是遵祖宗训诫，清君侧。清君侧？你倒说说，朕的身边哪来的奸侧？就是他，永宁公主。朝野上下谁不知道？你听信他的胡言乱语，滥杀忠良，荒废政务。本王不能眼睁睁看着祖宗打下的江山毁在一个妖女手里。今日要么你杀了他，恢复朝纲，要么怎样？要么本王就替列祖列宗清理门户，废了你这个昏君。萧景渊，你好大的胆子，竟敢在太庙之中对朕说这种谋逆之言！谋逆？本王是在护祖宗基业，这叫拨乱反正。动手！萧承业，将妖女交出来！本王今日可饶你一命，否则定让你命丧当场！萧景渊，除非你从朕的尸体上踏过去，否则朕绝对不可能把永宁交出来。父皇，永宁别怕，朕若是连你都保护不了，又谈何保护江山社稷？哼，敬酒不吃吃罚酒。既然你不肯将这小妖女交出来，那我就杀了你，再将这小妖女抓住当众斩首。永宁，父皇，
放心，永宁心里有数。宁王，你当真以为你今天能造反成功吗？本公主给你一个机会，若你现在退兵离去，往后自求于王府之内，今日之事，本公主可以不追究。小妖女，如今优势在本王手中，你以为凭你3言2语就能把本王吓到？真是可惜，本公主看在同是皇家的份上，本打算给你个机会，可是你不中用啊！牙尖嘴利，本王看你待会儿还有没有这么嚣张！臣救驾来迟，还请陛下和公主殿下恕罪。周承直，怎么可能？公主殿下，多亏您料事如神，否则今日恐将酿成大祸。永宁，这是怎么回事？启奏陛下，在您说要举办祭祖大典之时，公主殿下便料定宁王会趁机造反，故命臣早早就在太庙周围做好了准备。朕能有永宁，真乃朕之大幸啊！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此事本王计划周密，根本没有出任何纰漏。你这个小妖女怎么会知道？大胆，敢对公主殿下出言不敬！你都说了，本公主是妖女，能提前知道你这些小伎俩，不正常吗？这本书我当初通宵看了好几遍，对其中任何一件事都了如指掌，怎么可能不知道你要趁着祭祖大典造反？小妖女，你别得意，本王在皇宫外还埋伏了3000私兵，在本王动手之际，他们也对皇宫发动了攻击，只怕此时皇宫已经被他们占领，你的母妃恐怕也已被抓了。哦，是吗？你什么意思啊？启奏公主殿下，皇宫外的叛军已按公主吩咐尽数剿灭。启奏陛下，公主殿下，宫外叛军已被尽数伏诛，沈淑妃娘娘无事。周黑子做得不错。公主殿下对臣有知遇之恩，臣只是按公主吩咐行事，算不了什么。这你也知道？公主殿下料事如神，岂是你这等蠢货能够揣测的？大势已去，皇兄，臣弟只是一时糊涂，求皇兄饶我一命。臣弟愿余生自困于王府内，永远不涉朝政。早知如此，何必当初？本公主一开始就给过你机会了，可是你不珍惜，现在恐怕已经晚了。启奏陛下，公主殿下，臣依公主殿下吩咐，半个时辰前率人前往宁王府，现已将宁王府上一众全部抓获，无人逃脱。启奏陛下，公主殿下，臣在宁王府上查获大量财产以及稀世珍宝，另查获龙袍1件，以及名册1本，上面皆是这些年和宁王利益往来的大臣。传朕旨意，将萧景渊和相关人等全部押入天牢，待祭祖大典结束再一并处理。完了，全完了。昨日太庙评判，皆赖诸位同心协力。今日朕当论功行赏，以慰忠良。永宁公主屡破奸计，慧眼识才，助朕稳固社稷，特赏黄金10000两，锦缎1000匹，赐公主府1座。儿臣谢谢父皇。镇远侯周将军特赐免死金牌1块。臣谢主隆恩，定当恪尽职守，不辱使命。周福玉升任8府巡按，赐尚方宝剑。朕命你带朕巡查，彻查朝中贪腐，所到之处如朕亲临。臣谢主隆恩。海瑞祥、张文远2人升任翰林院大学士，协同左右2相共同治理朝政。臣谢主隆恩。如今朝纲肃清，边疆安定，朕决议大赦天下，除谋逆、杀人重罪外，其余囚犯皆减罪1等，流放者放回原籍，冷宫废妃也可出冷宫，回府居住。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尔等须谨记，江山为百姓所系，当以仁德待之。臣遵旨。永宁，多亏有你这个福星在，朕的江山才能稳固啊！谁让父皇你贤明肯听儿臣的建议呢？若不是大赦，咱们还要在这冷宫里熬到死。可别高兴得太早，沈淑妃如今深得圣宠，永宁公主又得陛下信任，咱们要是不早做打算，迟早还会栽在他们手里。你说的对，这口气我咽不下。娘娘，如今陛下宠着公主和淑妃，咱们可不能硬碰啊。硬碰当然不行，不过我自有打算。过不了多久，这后宫的天就得变一变。有刺客！刺客往沈淑妃的宁香殿去了。快通报各处，其他人跟我去宁香殿。我这就去。宁香殿离这儿近，得赶紧护着淑妃娘娘。臣妾参见陛下，方才听闻有刺客，臣妾吓得不敢出声，并未见刺客身影。别怕，朕来了。统领，带人仔细搜，连殿内角落都别放过。遵旨。陛下，在淑妃娘娘的梳妆匣里搜出这个。这东西怎么会在你这里？陛下，臣妾不知道，臣妾从未见过这东西，不是臣妾放的。哎呀，沈淑妃这是怎么了？陛下，方才听闻宁香殿有刺客，臣妾特意过来看看，没惊扰陛下吧？这不是扎小人的人偶吗？怎么还画着陛下的样子，写着生辰八字？淑妃姐姐，你怎能做这种事啊？沈淑妃，这人偶在你梳妆匣里找到，人证物证俱在，你还说不知道？你为何要做这种谋害朕的事？陛下明鉴，臣妾对陛下一片忠心，就算是死，也绝不会做这种大逆不道的事。这一定是有人陷害臣妾。陛下，淑妃妹妹向来稳重，许是有误会。可这东西毕竟在她店里找到，若不查清楚，怕是难安人心啊。是啊，陛下，此事关系重大，可不能轻易放过。永宁公主到。娘亲，发生什么事儿了？公主殿下有所不知，淑妃娘娘在自己梳妆匣里藏了扎着针的人偶，人偶上还写着陛下的生辰八字，这可是诅咒陛下的巫蛊行径啊！景妃娘娘这话可有证据？仅凭一个人偶，怎能断定是我娘亲做的？公主殿下别急呀，这巫蛊之术可不是寻常人能懂的，定是有人在背后指点，能想出这种法子还不被人察觉，想必是个极为聪慧、心思缜密的人呢。陛下，巫蛊之事关乎龙体安危，自视体大，绝不能姑息，还请陛下严肃处理，查清所有牵涉之人。陛下，此事与永宁无关，都是臣妾的错，定是臣妾看管不慎，让歹人把人偶藏进了梳妆匣。要罚就罚臣妾一人，求陛下别迁怒公主。娘亲，这事不是你做的，不用认错，我有办法找出做这件事的真凶。永宁，你可知此事事关重大，若查不出真凶，不仅淑妃难脱干系，还可能引发朝堂动荡。父皇放心，儿臣定能找到凶手，洗脱娘亲的嫌疑。好，朕信你。公主殿下虽有办法，可这巫蛊之事若过了今夜，难保不会外传。一旦流言四起，皇家体面何在？依臣妾看，必须今夜找出真凶才是。静妃娘娘放心，今夜之内定能查出线索。
父皇，儿臣可以看看那人偶吗？把人偶给公主。内务太监，你进来看看，这布料可有眼熟之处。回陛下，公主，这是南边方国去年进贡的云锦，质地特殊，上面织有细小花纹，整个皇宫里也没多少。陛下去年冬日曾赏过几位娘娘，每人1匹。既如此，你立刻去内务府调取赏赐记录，看看当时具体赏给了哪几位娘娘，务必把名单拿来。永宁这思路好，从布料源头查起，顺藤摸瓜，定能找出端倪。老奴这就去。这布料赏过不少人，查出来也只是巧合。是不是巧合？等内务太监把名单拿来，一看便知。陛下，公主，去年冬日赏云锦的名单在此，上面有静妃娘娘、沈淑妃娘娘，还有已故的贤妃娘娘，共3位。原来淑妃妹妹也有这云锦，倒真是巧了。陛下，既然沈淑妃有同款布料，人偶又在她房中找到，这还有什么好查的？事实已经明了，请陛下即刻处置，以正纲纪。陛下，臣妾真的没有。时间还没到，永宁，你继续查。父皇，你们看着字迹笔锋遒劲，结构端正，还带着几分掩体的风骨，绝非寻常宫女或粗通文墨之人能写。写字之人，定是受过正统儒学教导，大概率是儒门之后。公主殿下这话没说错，沈淑妃娘娘是尚书之女，家里一门2状元，自幼受儒学熏陶，字体定然不俗，这不正合了公主说的儒门之后吗？父皇，您日日看奏折，见陈公笔记，再仔细看看这人偶上的字，是否觉得眼熟？确实有些眼熟，像是在哪儿见过，一时想不起来。父皇忘了，去年您生辰之时，后宫各位娘娘都写了贺表，那些贺表应该还在内阁存档，不如传旨，让人把去年的贺表都取来，一比对便知。将静妃和淑妃的贺表送来。陛下，沈淑妃与静妃去年的生辰贺表已取来。展开，与人偶上的字迹比对。陛下，沈淑妃娘娘的字迹娟秀儒雅，与人偶上的字毫无相似。可静妃娘娘的字迹笔锋遒劲，转折处的力道与人偶上的朱砂字一模一样。静妃，你还有什么话说？陛下，臣妾不是故意的，是荣嫔怂恿臣妾的。你胡说！我什么时候怂恿过你？你别乱拍谣！你敢说没有？是你说沈淑妃挡了咱们的路，要想翻身就得除了她。是你帮臣妾找的宫女，趁您相殿乱的时候，把人偶藏进淑妃的梳妆匣。你现在想撇干净？够了！你们2人勾结，用巫蛊之术陷害淑妃，谋害朕，还敢互相推？父皇，他们不仅害娘亲，之前还想暗示儿臣牵涉其中，心思歹毒至极。静妃，荣嫔犯巫蛊谋逆之罪，栽赃陷害皇亲，罪无可赦，即刻押赴冷宫偏院，赐白绫，就地处死，其家人削去官籍，流放3000里。遵旨。陛下饶命，是静妃逼我的，我不想死啊！早知道就不该贪着富贵。淑妃，让你受委屈了。
自朕登基以来，后宫无后，以致宵小之辈有机可乘，祸乱宫闱。今沈淑妃贤良淑德，品性端正，更在巫蛊案中蒙受冤屈，却仍守本分。朕决意立沈淑妃为皇后，制表昭告天下，告慰列祖列宗。陛下圣明，皇后娘娘贤德，实乃后宫之福，社稷之幸。臣等恭贺陛下，恭贺皇后娘娘。臣妾谢陛下隆恩，定当尽心打理后宫，不让陛下分心。娘亲成皇后了，以后再也没人敢欺负娘亲了。众卿平身，往后后宫有皇后主持，朝堂有众卿辅佐，朕方能安心处理国事。陛下，边疆急报，周将军领兵以来，连挫蛮族主力，收复全部失地。今日蛮族可汗已派使臣前来，愿献上牛羊千头，黄金100两，请求与我朝议和，永结盟好。使臣已在城外候旨，等候陛下召见。北疆安定，边境百姓方能安居乐业。传朕旨意，召蛮族使臣入宫。遵旨。大胆！圣上面前还不跪下！我们蛮族人天生膝盖硬，谁也不跪。这就是你蛮族求和的态度？无妨，说说你蛮族求和的条件吧。蛮族可汗致舒大印皇帝，愿以牛羊黄金为礼，议两国霸占之约，此乃国书。陛下，此国书用的是蛮族文字，臣……听闻大印是天朝上国，人才济济，怎连一封国书都无人能识？莫不是一群沽名钓誉之辈？诸位卿家，可有认得蛮族文字之人？蛮族猪狗，羞得狂妄！蛮族文字字形粗鄙，满是山野之气。我朝臣子皆是圣贤弟子，研习的是诗书礼乐，不屑于学这种粗陋文字，并非无人能识。既然无人愿看，便让我这个3岁娃娃来瞧瞧吧。一个小娃娃也敢说是的我族文字，真是大言不惭。父皇，国书虽写求和，却提出让我朝将边境3城暂借蛮族休养，待来年再归还。这哪里是求和，分明是还想占我朝便宜。放肆！蛮族屡犯我边境，杀我将士，如今战败求和，竟敢还提借城之请。你回去告诉你们可汗，若真心求和，便老老实实求和；若还存挑衅之意，朕不介意让周将军踏平你们的蛮族大营。陛下恕罪，定是两国语言有出入，翻译时出了差错，才让陛下误会，并非我族有意为之，为表求和诚意，我等还备了大礼，愿献给陛下。呈上来。听说的清楚，此事非同小可，是何事？陛下那边，我等必须立即。这看着像野草，哪是什么至宝？怎么，天朝上国的大臣连这等至宝都不认识？永宁，你看看这是什么？陛下延长没错，要起祸事了呀！父皇，这哪是什么至宝？就是草原上常见的苜蓿草，专门用来喂马的。夏天草原上到处都是，牧民割来给马当饲料，能让马长膘。他竟拿喂马的草来充至宝，是觉得我朝没人识货吗？看来蛮族是还有战意了。陛下恕罪，是小臣糊涂，这确实是给马吃的草料，并非至宝。真正的大礼在殿外，是一匹纯种汗血宝马，日行千里。这草料是特意带来喂宝马的，怕路上饿坏了它。既如此，
将宝马牵来看看。遵旨。陛下请看，这便是纯种汗血宝马，日行千里，爆发力极强。只是他性子凶烈，草原上的勇士都难以驯服，唯有真龙天子才能让他俯首帖耳。陛下乃95之尊，万金之躯，岂能冒险驯马？使臣此言不妥。若不是真龙天子，就算强行靠近，也会被他所胜。这宝马认主，除了陛下，无人能驯。爱卿乃军武出身，久经沙场，你去试试。臣遵旨。畜生，老实点！我说过，除了真龙天子，无人能驯。陛下，您若亲自一试，这宝马定当乖乖听话。不过一匹马而已，何必劳烦父皇？这马若是认真龙天子，真龙天子的女儿在此，他一样要跪下。这不可能，他怎么会认一个小娃娃为主？公主殿下，千岁！幸好早知道会有这匹烈马，提前让宫女在香囊里装了虎骨碎末。马最怕虎啸之气，闻到虎骨味，自然会服软。使臣现在还敢质疑我父皇是不是真龙天子吗？不敢，绝不敢质疑陛下。公主殿下有如此能耐，足见陛下天威浩荡，小臣佩服。既知天威，便把你所谓的第2件大礼呈上来吧。陛下请看，这是我蛮族在西域缴获的琉璃瓶，整个草原也只有3尊，特意拿来献给陛下，表我族求和诚意。这种琉璃我朝库房里多的是，若是使臣喜欢，回头让礼部装一车，送你带回草原，给你们可汗瞧瞧。公主殿下说笑了，这琉璃极为稀有，大印怎会有很多？带上来吧。参见陛下，公主殿下。使臣看清楚了，这些想要多少有多少，算不上什么稀罕物。这还好提前把琉璃的烧制方法告诉了工部工匠，让他们赶制一批，不然今天还真要被这使臣比下去了。陛下，小臣还有第3件大礼，这一件定能让陛下刮目相看。呈上来。诸位大人，退后些，此物威力不凡。陛下请看，此乃我蛮族特制的惊雷，可用于战事。若我族全力研制，日后定能威慑四方。你们笑什么？难道不怕这惊雷的威力？你这惊雷比起公主殿下此前制作的物件差得太远了。公主殿下曾造出能让地面震动的物件，若用于战事，只需几弹便能炸破营垒。你蛮族的部落顷刻便可覆灭。陛下，小臣有眼不识泰山，我蛮族愿意彻底臣服。
是求陛下准许议和，日后每年向大印缴纳岁贡，绝不再犯边境。朕登基以来，向来以百姓安宁为重。既然你族真心求和，朕便准了。传旨，蛮族送来质子，且每年缴纳牛羊2000头，黄金5000两作为岁贡。两国以边境为界，互不侵扰。谢陛下开恩，小臣定将陛下旨意带回，让可汗永世尊皇。你且记住，若日后蛮族再敢违约，我朝的惊雷可不会只震震地面。不敢，绝不敢。你就是蛮族送来的质子，叫什么名字？回公主殿下，我叫巴图尔。他就是以后得草原战神巴图尔。既然被我遇到了，我可得提前收服了他，将他安顿在别院。日后我会教他我大印文化，识字读书。遵旨。公主殿下真的会教我认字吗？当然，不过你得听我的话，不许耍草原的小性子。给你，这是大印的糖葫芦，外面裹的糖可甜了，你尝尝。我把喝咽下去了。草原的阿嬷说，吞了硬东西会烂肚子，我是不是要中毒死了？傻样，山楂核吞下去会助消化，死不了。大印还有好多好吃的呢，以后我都带你吃。真的，大印还有这么多好东西？那当然，我还能教你玩粗驹骑小马，比你们草原的游戏好玩多了。我听公主殿下的，以后你说什么我都听。公主殿下，那是什么亮晶晶的，还能做成小动物的样子？那是糖画，用融化的糖做的，又好看又好吃。老板，来一个老虎形状的。比糖葫芦还甜，我们草原只有奶糖，从来没有这么好看的糖。这不真软，颜色还这么鲜亮，我们草原的兽皮根本比不了。大印的商铺这么多，百姓都有好日子过，真厉害。这还只是京城的一条街，大印还有更多繁华的城镇。有能种出千石粮食的良田，有能造大船的船厂。只要你好好学，以后也能让草原百姓过上这样的日子。我一定好好学。质子不必多礼，今日便从3字经教起。太傅，这扇子为什么要这么写呀？扇字向人捧着粮食，意为待人宽厚，接济他人。这便是我大印倡导的仁德之道。我们草原人只会骑马打仗，不懂这些。以后我要学好大印的文化，回去教给族人，让他们也懂仁德，不再靠抢过日子。看来我没看错人，巴图尔有这份心，将来蛮族就不会再犯边境，之前担心的危机总算能解决了。陛下，臣在大印习得农耕之法，仁德之道。今日辞行归国，定待族人年年按时纳贡，绝不再起战事，让蛮族与大印永结友好。好，朕赏你丝绸100匹，2种千石，再派2名农官随你回去，助蛮族发展农桑。谢陛下隆恩，臣定不辱使命。日后蛮族若有异动，臣第一个不饶。这是改良的屈原犁图纸，比普通犁省力，你带回去给族人用。谢公主殿下，臣永世不忘大印之恩。
公主殿下，您这几日又在捣鼓新玩意儿，可否让我们瞧瞧？别急，这是给父皇做的小东西。永宁，今日又给朕带来什么好东西？父皇您看，这是琉璃温度计，管里的液柱会随温度变化，天凉时液柱往下缩，天热时往上涨，液柱低了您就该添衣了。你这脑子总能想出新奇物件。前些年的水车、屈原犁让百姓多收了多少粮食？还有那改良的织布机，让丝绸产量翻番，大印国力才能越来越强。都是为了父皇和百姓。启禀陛下，周将军平定西域余孽，今日班师回朝，还带了位蛮族贵客求见。哦，蛮族贵客，宣他们进来。陈州承旨，平定西域余孽，今日班师回朝，特来复命。蛮族巴图尔，参见大印陛下。周将军辛苦，这位便是你说的蛮族贵客。陛下，臣正是当年的蛮族质子巴图尔，如今臣已继承蛮族可汗之位。此次听闻西域叛贼作乱，特率蛮族精锐3000，随周将军出征，一来助大印平叛，二来表我蛮族效忠之心。15年过去，他竟半点没有草原莽夫的模样了，而且也并未起兵造反。好一个效忠之心！你不负朕当年所托，朕心甚慰。陛下当年赐臣梁仲派农官，助蛮族发展农耕，百姓早已衣食无忧。臣今日斗胆恳请，愿将蛮族全部疆域并入大印，蛮族子弟皆为大印子民。往后大印若有战事，蛮族铁骑便是陛下最锋利的武器。15年前让他学习仁德，接触农耕，就是为了今日。这步布局终究是成了。准，朕准了。传旨封巴图尔为镇北将军，统管原蛮族部落事务，赐黄金3000两，锦缎100匹，赏蛮族部落免税3年。谢陛下隆恩，臣定率蛮族子民永世效忠大印。参见公主殿下，当年若非殿下，便没有今日的巴图尔，更没有归顺大印的蛮族，臣感激不尽。都是过去的事了，还记得这个吗？当年你吞了山楂核，还哭着说要中毒死了。臣怎会忘？当年殿下说大印有无数好东西，如今臣才算真正明白其中含义。往后我皆是大印之人，不必多礼。这糖葫芦就当是为你接风了。还是当年的味道。这几年蛮族归降，西域平定，百姓粮仓满，衣帛足，都是永宁你当年的远见和这些年的巧思功劳啊！是啊，你造的水车让良田多收30%，改良的织布机让百姓有新衣穿，这盛世有你一半的力。父皇母后别夸我了，我今日有个小要求，想让父皇母后恩准。你这丫头向来懂事，今日倒主动提要求了。尽管说，朕都依你。我想和父皇母后去街上逛市集，听说今晚市集有舞狮、猜灯谜，我想感受下寻常人家的新春热闹。这主意好，臣妾也想看看街上的年味，不比宫里冷清。准了，传旨，取3身素净衣物，悄悄出宫，不许惊动百姓和官员。遵旨。卖花灯了，兔子灯、龙灯，点上蜡烛亮堂堂，新春讨个好彩头。娘亲，你看那只兔子灯，耳朵还能晃呢，那就买1盏，你提着玩。老板，要那盏兔子灯。客官好眼光，这灯今晚卖的最俏，您家姑娘肯定喜欢。
朕当年登基，只求百姓安稳，如今不仅安稳，还能和你们这样逛市集，便是最大的福气。父皇母后，明年新春，咱们还来逛市集。启奏陛下，东南泉州、明州800里加急，有7艘巨舰泊港，自称西路罗曼帝国，请求通商。船体铁木混造，大者40丈，前所未见，携字明钟、水晶镜、七彩琉璃等物。陛下，其船奸计鬼，来意不明，当调水师戒备。既是商船，互通有无便是。父皇，儿臣以为此非寻常通商，其所携皆为精密工巧之物，显示炫技。急报中言，使臣称愿以文明之火照耀东方，此非谦和通商之词，实为技术威慑，意在窥我虚实。原著没这段，罗曼帝国航海目的殖民传教，糟了，世界线真变了。准其首领3人携货入京，东南水师暗中戒备。永宁，你全权接待，替朕好生看看。儿臣遵旨。殿下，这发条百伦之丝，精妙绝伦。3日内需做出能用的样品。航海中需抗颠簸，望远镜要能观星，材料用最好的，人手不够，从将做尖雕。殿下，3日太急。无需完美，只需能战。张师傅主攻钟表，李师傅研磨镜片。我要让他们知道大印的技术，学得快，更用得巧。想用技术压人，那就比比看。这场较量绝不能输。罗曼帝国使臣觐见大印皇帝陛下。赐座。此乃帝国赠礼，机械歌者。听闻永宁公主聪慧，以为此物如何？巧夺天工。还有更实用之物，此乃千里镜，可观10里之外。当一方技术遥遥领先时，落后方才有偷学价值。使臣所言极是，技术交流却需实力对等。我大意也备了份薄礼，请随本公主一同上殿外品鉴。星象中可推演未来1月日出月相，星辰位置。这天文齿轮联动计算，你们竟懂这个？此乃模拟天体之器，帝国也仅有构想，小把戏罢了。还有此物，使臣的千里镜可观10里奇，我大印的观天镜，请观今夜星辰。木星条纹，4颗卫星，如此清晰，我们的单筒镜远不能及。双筒设计，视野稳，放大倍率更高。王大人，可见织女星伴星？看见了，以往模糊，今清晰可辨。使臣大人，您看，这交流技艺是否有趣？我大印学得很快，且善学以致用。公主殿下，令人惊喜，大印智慧超乎预料。第1回合罢了，真正的较量还在后头。殿下有发现，马库斯连3夜密会波斯商萨米尔，提及图纸、水车，高价驿馆垃圾中碎纸，拼出公布，
浆糊等字。果然盯上了农工技术，想从源头窃图引期。2件事：一、严密监控萨米尔及所有相关人；二、将公布核心图纸秘密更换地点，原处放我备好的特制版，关键尺寸略有偏差，造出的东西要么效差，要么无用。殿下，咱们抓他们现行就行了，何苦多此一举？做2手准备，万一你们失手了，这样他们拿走的也是假的图纸。属下明白。想偷，那就送他们份大礼。大人，这位是工部录事赵四，专管图纸。小人参见大人。水车、新织机，所有改良农具图纸全套开价。这可是杀头的罪。500两黄金，先办，图到付余，够你10世逍遥。图纸在甲子3号库，3日后主事行期，只有我轮值。3日后子时派人接应，要原图，不许错漏。明白。东西给你。跟紧赵四，人赃并获后送大理寺。这图纸按殿下吩咐，让他顺利出城。大人，图纸已到手。好，全套图纸分毫不差，速回港口装船。马库斯副使携我公布机密图纸，意欲何往？周将军，我不过夜游迷路，看你能嘴硬到何时！带上来。大人，他们早知道了，我是被逼的。你出卖我！我乃公主殿下身边暗卫，谈何出卖你？你买通的那个叛徒早被我暗中处理了。该死的东方女人，狡诈！拿下！我罗曼战舰就在近海，若我未归，便炮击沿海城镇，放我走，否则我毁了图，再让你们沿海画火海。陛下，沿海急报，却有罗曼战舰游弋，侧舷有炮窗，若其真能轰击，我沿海木构城镇危矣。永宁，火药新用如何？已制成震天雷、陶罐火药、火龙出水、火箭、地雷，但量少，未经验战，尤其对海上目标效果未知。陈元帅水师迎敌，船小灵活，或可火攻接舷。不可硬拼，比以百姓为治，意在胁迫，还要事武，我们便是威慑。父皇，请准儿臣与周将军在其可见海域演武。准。殿下，罗曼奇语要求使马库斯交图纸，否则自卫。回旗，请观烟花。海神怒，东方魔法，水上爆炸威力如此。远程精准打击，火药剂静之词，这绝非只知农耕之国。大旗语，请求谈判。新通商条约草案，关税提3成，限口岸交易，禁我工匠赴罗曼，贵国需公开部分造船，钟表基础技术为补偿。这太苛刻。比起贵国窃技术，武力威胁沿海也很宽容。或我将马库斯供词与特制图纸之事公诸天下，让世人皆知罗曼文明手段。殿下，条约恐难获，元老院接受。条约亦写明，
大印将开放部分非核心技术交流，如改良染料配方、基础天文数据，且承诺罗曼商船守约则可安全通行，优先购货，此乃长远之计。父皇旨意，若贵士签字，并交出涉事人马库斯等由我处置，则舰队可安全离开。此事接过，通商如旧。我代表罗曼帝国同意签署。陛下，条约苛刻，恐罗曼会怀恨报复。故需长远策。此次暴露我朝两优：一缺海外情报，二技术零散，未成体系，传承易断。罗曼何以敢技术胁迫？因其有专研格物之机构，系统育才，累代推新。我朝降乎位卑，既赖家传口授，一失传，难应突发。故儿臣请设格物院，广招青年，不论出身，学算学、几何、物理、绘图，聘工匠、农学、通外语者为师。院内设研创司、画司为务，情报司及译海外信息。格物院与国子监互补，一育治国才，一造强国技，方是长久盛世之道。江户之学登堂，恐动摇儒学根本。若无利用之计，何来富国强兵？尚书言，正得利用后生为和？利用乃利民之用，圣王之道，不可或缺。说得好，正得利用后生为和。传旨筹建大印格物院，永宁总领，各部协理。朕要此院成我大印智慧灯塔。陛下圣明，公主远见。终于起步，愿此院播下科学之种。殿下，格物院，我族可派人学否？可。西域、南方诸国心向和平，守规矩者皆可，但需先学官话与算学。太好了，我族正缺水利选种之才。殿下，老朽死也瞑目了。殿下，东南情报及罗曼尤利乌斯私信。内部分歧，基础科学书籍，格物院教材有着落了。世界果然比原著复杂。殿下，有人弹劾您，以术乱道，言格物院教奇技淫巧，动摇根本。若百姓温饱不饱，空谈仁义才是无根木。你看他们用知识解实际问题，创价值便是大义。流言蜚语，待成效自破。两事：一，多人暗中打听格物院，由您形成；二，大赦出宫的齐贵人之兄齐伦，与南方香料商胡甲过密，胡甲曾接罗曼商人。外患刚平，内鬼就动，是旧势力残余。罗曼其子或皆有之，加护格物院失援。我护卫照常，但微调路线，盯紧齐伦、胡甲，查其目的背后，要人赃并获。殿下安危。专心建院治学，便是最好回击。永宁公主冯武时从格物院回宫，路线时有变动，虚其防卫最弱势。如去城西慈幼局看孤童，护卫松懈。慈幼局好，同闹人杂，意志混乱。齐伦找亡命徒，制造车马受惊，火烛失控之意外，趁乱夺其随身包裹，或伤其臂，延缓格物院进度。罗曼必有重筹。那是公主，万一失手，像齐家落魄，你妹冷宫受苦，谁导致的？事成之后，胡老板的酬劳足够你逍遥远走。定金、内附蒙汗药、火信，用于马货灯笼，制造乱，夺物或伤人，集会人群之土地庙会合。干！齐伦已雇3地痞踩点慈幼局，蒙面人身份密，轻功高，似江湖人。彼等计划在慈幼局旁杏花巷废弃染房动手。将计就计，你派人替换染房附近摊贩、路人，控住那3地痞。胡甲，蒙面人务必行动时当场擒获。蒙面人要活口。殿下，太险，多带护卫吧。躲不过，既跳出便收拾干净，敲山震虎。格物院虚护，暗刺虚亲，或该建议专司情报与内部安全的机构了。
动手！恶贼，住手！拿下！不好，他要吞毒！捆了！周大人来得及时，臣巡街闻宣，特来护驾，殿下受惊。殿下，此杀手信物似江湖组织，带回去。细审，我要知道幕后黑手是谁。我，罗曼海军情报司外围，任务切技术，制造乱，用金京海商洗钱。杀手受雇于谁？不知，上头直连，只给信物接头。殿下，此人出影蛇门，江湖杀手组织，江南或有据点，故者集结，无职所，影蛇门皆黄，必有中间担保与契约存档，可从江南黑市暗查。罗曼表面求和，背地龌龊，内贼阴魂不散。父皇息怒，此事示警，对外需强沿海警戒与情报，对内现有隐卫，刑部应对此类内外勾结阴谋，力有未逮。儿臣请立新机构静安司，直属御前职能：一、监控侦查，处置危害国家安全之内外势力；二、管理引导江湖势力，不为恶用。司手须忠能，且不全在明面。人选引其忠诚机密，熟暗卫情报，可任副使，主侦查行动。周福玉周大人刚正缜密，破宁王案，任巡案皆显其才，且熟悉民间，可任正使，总揽协调。臣一介书生，恐难当此任。周大人不必过谦，静安司需的正是您这般有原则、懂实务之人。福玉，用您看人速准，朕信你。静安司便交你二人，直对朕与永宁负责，所需特批。记住，刀锋对准大印之敌，无论庙堂江湖。臣领旨，必不负重托。属下领命。今日格物院开院，你们是第一批学员，或有人说你们学的是奇技淫巧，但我要说，你们将探索的是天地万物运行之理，是让梁增产、织机转、舟车利、国家强的真知。格物院大门向所有真才实学者敞开，不论出身，只问才学品行。你们所学所成，将写在大印田野、工坊、边疆，或能改良农具多养千家，或能精进医术救人性命，或能造更好舟船畅通四海。原著故事早已结束，格物致知，但属于大印。我们的故事才刚开始，前路会有风浪，但有父皇母后，有同袍，有这些希望种子，我们定能开创一个连那小说都未描绘过的更加辉煌的盛世。